临床上呢，这样的情绪被拿捏的这个例子，您见过吗？其实呢是非常普遍啊，我们几乎呢是天天见到，因为我们的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呀，都是中老年的女性啊，她们降压药呢没有少吃啊，但血压呢总是稳不住啊，忽高忽低，尤其呢下午和晚上是非常容易高的。我们仔细聊下来才知道，他的儿女呢是工作忙啊，自己呢也独居啊，心里呢整天牵肠挂肚啊，担心孩子过得好不好啊，吃的好不好，睡得好不好。你看我们的父母都这样子，总是担心自己的儿女啊，好吧，所以呢又怕打电话打扰他们，所以情绪呢往往是一个忧愁或是烦闷的状态，这就导致一个肝郁气聚的一个情况，影响了气血的运行。它的药呢是在努力的扩张血管，相当于是拓宽我们的道路，但肝气郁结之后呢，往往并不是简单的设置了一个路障，而是制造了拥堵就是像弹簧一样，并不是压缩了之后，而且它还会走向一个反的方向。因此呢，这是需要有一套合理合法的方式去解决另一位周先生呢是糖尿病患者血糖呢控制的时好时坏。他本人呢也极其的自律，后来呢发现他性格要强每次呢我们测血糖的数值都不理想特别的懊恼自责，这种持续呢导致了一个思虑伤脾和淤露的一个伤肝导致气血更加的紊乱脾脏的运化更差，血糖呢自然就更难平稳，陷入了一个血糖高焦虑以及呢气血更乱。你看一个负向反馈，最后呢也导致了一个血糖的升高的这样的一个反馈情况这听着确实得让人警醒这个情绪呢，这位总指挥官呢，他一旦失调了，简直呢就从根儿上，对吧？是的，扰乱了我们身体的平衡。那么尹医生就是对于咱们这个很多操劳了一辈子然后习惯呢，就是你看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大多数的这个都有这样的情况，他们呢就习惯把话呀憋在心里边，或者呢觉得说，我这脾气天生就是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们是的，就是他们该如何意识到并打破这个情绪到气血呀，到指标的这一个恶性循环呢？咱就说咱常劝就别往心里去，对吧？是的。那确实他显得无力，就是除了咱们这个有意识的管理情绪我们身体还有一个自带的最重要的一个情绪稳定器和气血修复站，它的状态好与坏决定了我们白天的情绪这底盘稳不稳，对吧？以及说咱晚上身体的修复深度够不够这些。那就是说咱们这个睡眠睡不好，会不会是我们的第三个隐形的一个推手呢？主持人呢其实说的是非常的对我们在中医理论中睡眠绝非是简单的一个休息往往呢是一场至关重要的阴阳平衡和气血归元的仪式尤其呢对于三高这类慢性疾病，我们称之为是阴阳的一个失衡，气血津液紊乱相关的状态高质量的睡眠和吃饭和吃药一样的是治本的一个根本那您能用这个中医的理论来给我们讲讲，就是假如说我们睡着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呢到底是在进行着哪些关键点的一个修复呢？就包括说我们假如说这个有很多叔叔阿姨睡不好这个一旦这个睡眠被打断了，那我们的这个三高就是很难再平复了吗？对其实优质的睡眠是让身体自然的一个放松称之为是阴血的一个滋养阳气的一个潜藏，这样的一个黄金的修复期也就是说得睡得好睡得好能稳住三高对，睡得好才能稳得住一般的话我们核心有三大作用我们称之为第一条是阳气入阴血压自稳在白天阳气外浮主动活动，夜间呢我们的阳气入阴得以安眠。你看阳入于阴就非常的顺利，整个过程呢非常自然我们血压呢也随之下降，心脑血管呢得以休养。若失眠多梦，甚至呢打鼾憋气，我们阳气呢往往是浮潜浮越来潜气血呢导致一个扰乱的一个不休，心脑血管呢也持续的加班长期的耗伤阴血，导致一个阴虚阳亢，血压难稳这第一条。第二条呢是养血归肝降糖呢是化脂。中医讲人卧则血归于肝睡眠时呢血液也是濡养我们的肝脏，当我们的肝脏疏泄，肝藏血功能正常，这时候才能够
更加高效代谢的我们的糖分。是的，如果睡眠不足的时候，我们的肝气失养，疏泄也会失常，我们的糖脂代谢紊乱加剧这时候呢，滋生阴火，打破了身体的平衡。第3点呢是心肾的一个相交，我们称之为是水火既济心火向下走，而肾水呢往上走，出现了一个温和就像冬天的阳光一样，很温暖但不燥热深度的睡眠依然是乃心火下行暖肾水。当我们的肾水上济降心火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心肾往往是平和的状态思虑过度耗伤心液，或老年人随年龄的推移导致一个肾精的亏虚会导致一个心肾的不交，引发失眠早醒，继而呢干扰全身的阴阳气血，成为3高顽固不化的内在诱因。咱们说这个原来说这个一夜安眠是的，它不仅仅是精神的一个修复，它更是咱们这个心呀、肝呀、肾、气血、阴阳，对吧？这一次深度的一个交融与修复。是的，睡不好呢，等于说咱们这个身体的根基在动摇流水不腐，户枢不度是的，对。也就是说呢，就是咱们理解了这个运动的强度需要达到一个中等，对吧？是的，才能咱们激发咱们身体。那我们再来看看咱们这个运动形式就很多人只关注了动，对吧？只关注了动，我们动了，但是呢，往往咱们这个观众朋友们忽略了怎么动，让这个动呢，让我们的这个气血活起来，让我们这个脏腑呢能够动起来一个关键。是的，我们请尹真医生再给我们讲一讲OK， 其实形式呢往往是很单一这是最大的一个误区。我们看到很多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一听到说老师我要这个练点力量就想到了健身房去举铁，觉得呢又累又危险。其实呢，中医养生里早就有类似的引导，我们称之为什么强筋健骨的智慧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濡养我们的筋骨充实我们的肌肉的运动。比如说我们扶着坚固的一个椅子或者是墙壁做缓慢的一个深蹲，甚至呢坐姿抬腿，使用弹力带等等这些拉伸和强度适宜的靠阻练习比如垫脚尖都可以安全的提拉一些有分量的物品比如说我们买了米面油可以拎一拎这都是好事拎拎重物反而是好事是的，因为这些运动呢能锻炼我们的肌肉的一个筋骨。这时候呢，中医认为脾脏是主肌肉的而肌肉丰盈有力是脾脏功能强健的一个外在所体现因此呢，我们同时呢要肝主筋，筋骨的柔韧以及肝血的充盈密度也是相关的我们的肌肉和筋骨强健了，脾胃的运化能力比如说我们消耗能量运化水湿自然其实是增强的。肝藏血，主疏泄的功能也会得到支持这样一来，身体的代谢比如说我们自己产生的痰湿淤血这些垃圾呢，将会进行自我的一个清除只做散步这一类有氧运动，往往呢是相当于疏通了河道，而不是做适当的强肌运动，相当于加固河堤，提升我们河流自身的运载能力效果呢再也会大打折扣。对，尹医生呢，就刚刚也是打破了我们一个叔叔阿姨的一个固有的观念是的，就是刚刚也讲到了我们要动起来，但不是说这个动了就行了，我们首先呢要有效的运动，对，包括一个组合的运动就是我们要适当的去练习一下我们的肌肉的一个运动增加一下，就别想着说这个年龄大了，我就不锻炼肌肉了。我们还是要适当的要锻炼一些肌肉对，那这里面呢就会有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就会立刻担心了。你看这个强度大了会不会伤了膝盖？对，假如说这个有心脑血管的病，能不能做？在家里边就怎么做这个强肌运动才安全？就是很多也是很多叔叔阿姨的一个顾虑就这种就是对安全的这个担忧身体也本身就是也阻碍了他们这个迈出正确运动的第一步。对。因为呢，我们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的疗效反而是次要的，这也是中医中所讲的思想的体现我们称为过犹则不及嘛，凡事勿过度开始任何新的运动计划前尤其是有明确的基础疾病的观众朋友们，最好呢先咨询一下你们当地的一个医师就是循序渐进不要一下子上来之后就加强度我们要倾听自身身体的一个感受。
因为身体呢往往提示的是最好的啊。我们可以呢每天呢只做5分钟的快走啊，或者呢说老师我拎着米袋走5分钟行吗？也是可以的。从扶着墙做啊2到3个不求幅度的深蹲开始啊，动作呢尽可能做的规范一点啊，因为稳定远比追求次数啊重要的要多。选择对关节冲击小的一个运动啊，比如说游泳啊，或者说我们骑自行车啊，家中练习啊，我们拎拎米袋子，拎拎我们的油桶，其实都有稳定的支持。这需要一点学习和耐心啊。明白了，咱们这个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着，我们首先呢要从动开始，是的，我们呢由弱渐强，一点一点的，咱们再加强这个运动量，要保证我们是有效运动啊。那其实也讲到了，就是说我们有效运动呢，能够能降我们的这个三高，对吧？能够稳住我们的三高。那这个很多叔叔阿姨这个顾虑也有啊，就包括这种对身体的爱护啊，跟谨慎啊，它其实呢有的时候也会延伸到另外一个方面。是的，对，就是说这个药物，这个有的时候对这个药物治疗的一个态度，一种呢就是说这个叔叔阿姨啊有对药物的一个过度的依赖。认为说就吃了这个药我万事大吉了，我也不动了，只要这个靠药我就能稳固我们这个三高，那我就不动了，对吧？另外一个叔叔阿姨呢，他会容易说这个就都会对这个药物有着怀满一个这个怀疑跟恐惧，总想着说啊这个是药3分毒，能少吃就少吃，能不吃就不吃，或者是说呢这个自己随意调动。甚至有的叔叔阿姨呢还寻求偏方了啊。对，这种就是与药物较劲与博弈的这个心态，它会不会也同样干扰着我们这个三高的一个控制呢？它也会成为我们一个隐形的推手呢？其实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使用药物的时候呢，就要保持一个信任的状态。如果我们不信的时候呢，其实不需要服用的。因为在临床工作中呢，我们要医者也很揪心啊，就是让患者自己呢陷入了险境的问题之一。对，因为信任是很难建立的嘛。比如说对待药物的不科学的态度啊，主要有2种极端。大家觉得是危害巨大啊，且往往呢源于对疾病和药物性质的一个误解，或是没有真正意识到药物的一个结构啊。因为我们门诊上所用的药物，大多数情况下是结构明确、效果明显的，安全其实是很高的啊。第一种呢是自行减药，就是停药或吃停。对啊，就很多叔叔阿姨就是这样。我刚刚好了，降下来了，那立刻就停药了。那这个您得帮我们。其实是最危险的举动。因为很多患者呢，吃一段药物之后呢，我们复查指标正常了，我们心中啊感觉还很好，或者听旁人说老师啊，我晚上所讲的说这药物伤肝肾啊，吃久了之后有依赖，就自作主张把药停掉了。这个很多叔叔阿姨都会做啊，减量了。或者说今天老师啊，我吃了忘吃了，其实这都是大忌。因为我们结构明确或是疗效明确的情况下，其实试过临床验证的，所以你需要踏踏实实的去规律服用就可以了。所以这4个字很重要，规律服用啊。规律服用。是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三高呢，尤其是原发性的高血压，或者呢我们看到的2型糖尿病，这形成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身体的阴阳气血失衡的过程。药物啊，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的作用，就像呢，请来了一位外力的一个帮手啊，帮助你在身体自我的一个调节。因为我们自主其实呢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如果能解决问题的话，就不需要药物去进行一个外力推手了嘛。所以呢，帮助你在身体自我调节啊，这个体力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强行的把失衡的这个阴阳气血拉回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安全的状态呢，这个